咦，今集介紹嘅呢一隻 Mido 呢，點解望落呢咁似某個經典款嘅？而佢哋之前推出嘅另一隻呢，又好似似曾相識咁嘅呢，再一次引起咗標迷之間嘅熱烈討論。其實呢個先係正係 Mido 想達到嘅目標啊！咁今集呢，有別於以往好單純咁介紹一隻手錶，咁不如借每一隻手錶分享一下我個人嘅睇法啦，以及同大家深入咁探討一下 Mido 近年嘅呢個策略究竟係咩一回事呢？Mido 嘅定位呢，我諗相信大家都非常之熟悉，抵玩啦，高性價比嘅瑞士牌子。嗱，真係瑞士人喺瑞士起家嘅牌子。咁但係佢哋個價位呢，其實個競爭呢係非常之激烈，特別是喺某一啲國家嘅市場上面啦。所以其實佢哋要不斷去注入一啲新嘅思維去設計佢哋手錶，先至可以突圍而出。而 Mido 如果以一個咁傳統嘅瑞士手錶牌子嚟計呢，我覺得算係轉變得幾快。起碼係明顯感受到佢哋呢2-3年嘅改革啦，嗱，就行得好前嘅，亦都行得好大膽嘅，算係成功咁引起咗標迷之間嘅留意啦，引起咗好多話題。咁我覺得都算係幾成功啦。其實2023年中咧推出咗個復古嘅 TV 系列，嗱，我當時其實都有拍片去介紹啦。憑住其外觀個設計咧，有非常之大嘅爭議性嘅，算係唔錯嘅反應。觀看嘅次數咧，其實都接近3萬嘅，其實都有啲意外。咁但係我覺得咧，Mido 係特登去製造呢一個爭議出嚟。等一陣我哋再詳細去探討呢樣嘢。咁啊，翻嚟今日要介紹嘅呢一隻啦，2025年算係第一波嘅新品啊，打頭陣 Multiford H2 Crowns 嘅系列啦。就咁睇個名嘅話呢，都似一個新嘅系列啦。嗱，Multiford 早喺1934年呢已經誕生咗噶啦，91年歷史啊。喺呢度我就唔詳細介紹啦，因為呢，原來我睇翻呢開台以嚟呢已經拍過4次 Multiford 嘅片噶啦，今次都算係第5次。如果你有機會睇晒嘅話呢，我諗你一定感受到我頭先講嘅嗰種改革嘅，起碼我個人覺得都算係啱嘅方向啦。嗱，講翻今日嘅呢一隻先。嗱，第一個感覺呢，我睇到實物之後呢，同相片嘅感覺呢，確實係有啲出入嘅。平時嗰啲錶款就冇咁強烈，咁呢一隻就有嘅。因為實物嘅話呢，嗰個錶盤睇起嚟呢就比較細啲，因為嗰個錶殼嗰個邊緣呢，離嗰個錶盤呢就有好多空間嘅。咁因為嗰個 bezel 其實好有份量啦，8角形加呢個圓形嘅設計。嗱，兩個嘅把的呢，一個就較時間，一個就係嚟轉呢個 bezel 嘅。一共有黑面啦，有藍面，以及一個灰藍面啦。現場睇有啲似冰藍面嘅，咁啊總共有3個面嘅色啦。40mm 嘅錶徑其實就非常符合翻今日嘅標準嘅。我自己都覺得呢個係幾完美嘅呢個 size， 加上呢，佢得9.5mm 厚嘅啫，咁啊真係超薄超薄。TV 嘅嗰隻呢，其實要11.5mm， 可想而知呢，其實9.5mm 咯，都足足爭咗2mm 咁多啦。值得讚嘅就係咧，呢個錶冠呢，呢個把的呢，都係以一個8角形嘅設計，黑色同藍色嚟嘅，就更加用咗 PVD 去襯色啦。咁灰色面嘅呢一個呢，就用翻銀色嘅一個把的啦。錶盤係一個好整齊嘅啞色環紋。嗱，第一眼睇呢，我就覺得係好高貴嘅。一體式嘅呢個鏈帶設計啦，已經配搭咗一個快拆嘅功能，方便你去換一個膠帶啦或者皮帶。嗱，鏈帶呢，雖然實用性爆燈噶啦，同埋一個一體式嘅設計但係呢，有所不知呢，其實我一直都覺得呢種咁硬朗嘅錶殼設計呢，反而配一個膠帶呢同埋皮帶呢，其實我覺得係更加之好睇。大家又覺得邊一款好睇啲呢？機芯係 Calibre 72啦，即係72小時嘅動力儲備3日鏈，我哋叫做同 Calibre 80呢爭8個鐘嘅啫。咁但係兩者呢，其實都係 ETA 2824做 base 改出嚟，咁少咗呢8個鐘呢，其實就換嚟咗更加之薄嘅機芯，令到 Calibre 72呢係 Mido 暫時最薄嘅機芯啦。亦都因為咁呢，所以呢隻手錶可以做到9.5mm 嘅厚度啦。定價呢就比 TV 呢貴咗200蚊嘅啫。鏈帶嘅款呢，定價港幣9200蚊，膠帶款呢就定價9000蚊。以大型嘅瑞士牌子嚟計呢，其實性價比呢就好高。咁當然你唔可以話攞啲好細好細嘅瑞士牌子去比啦，因為根本就冇呢一個配置呢個配套嘅。
嗱，唔係講笑，真心嘅。我當日拍嘅時候呢，就一路覺得新嘅呢隻其實好靚，咁所以呢度都攞翻2年前嘅 TV 做下比較啊。嗱，明顯感受到2年嚟嘅進步嘅 TV 呢，其實就用盡晒成個標徑啦。新嘅呢個標盤呢，反而就縮入咗少少嘅。我個人覺得新嘅呢隻就望落 elegant 一啲嘅。咁另外 TV 個標盤呢，用一啲不規則嘅橫紋呢，加上一個光面嘅處理呢，我個人主觀呢，都係覺得新版呢個瓦面靚啲。大家又覺得點樣呢？嗱，Multiford X 嘅基本嘅資料呢，我都已經介紹過噶啦。喺呢度留翻啲時間，等大家慢慢咁欣賞一下唔同嘅細節位置啊。之後呢，我亦都會分享一下我自己嘅個人意見嘅。新一系列嘅 Multiford X 呢，其實就一樣震撼咗我哋玩錶嘅錶迷啦。再一次有一個非常之爭議性嘅外觀設計，相信喺呢度都唔使我多講，大家應該都會估到。我哋錶迷之間其實已經好多人去講呢隻錶，咁部分人呢，可能都繼續會有一個大嘅問號，到底 Mido 嘅策略係啲咩呢？嗱，正如我頭先啱啱都所講啦，如果繼續以前 Multiford 嘅設計理念嘅話呢，就真係可能有少少保守咗啲。相信我諗睇緊片嘅你呢，都係俾呢個外觀嘅設計呢吸引咗入嚟，去了解一下呢隻錶究竟係咩一回事呢？嗱，放心，Mido絕對好清楚Mido自己嘅客源嘅定位嘅，針對嘅呢一定唔係買最貴最頂流嘅嗰一班人，而係普羅大眾嘅。咁普羅大眾其實一樣都會有玩某啲錶款、玩呢啲運動款、呢啲一體式鏈帶嘅款式嘅一個權利啫。咁依家 Mido 呢就提供咗呢一個缺口啦，提供咗呢個性價比高嘅呢個選擇。其實我上一條片介紹一個1萬蚊以內嘅手錶推介呢，都咁啱不約而同咁有好多唔同嘅朋友去介紹推介 Multiford 嘅系列，咁令到大家一樣可以玩到硬朗設計嘅一體式鏈帶手錶款。嗱，打磨做工呢，就一定唔係咩超高班噶啦，咁但係基本嘅穩打穩紮、瑞士嘅質素、瑞士嘅機芯、瑞士做、親民嘅定價，甚至乎呢，俾一個日本嘅牌子提供類似嘅感覺呢，Mido 仲要平喎。所以 Mido 今次呢，我都覺得佢幾狼幾狠噶啦。我個人覺得呢 Mido 呢就都慢慢精簡緊佢哋嘅系列。之前確實就真係有啲多有啲亂嘅，咁寧願集中火力呢製咗啲話題。2023年嘅 TV 嘅系列呢已經令到 Mido 呢耳目一新，身邊都識有啲真係資深嘅錶迷呢，其實佢哋一樣會入手嘅。根據牌子嗰邊透露呢，自從推出以嚟呢，亦都成為最好賣嘅一款手錶之一，證明呢個策略呢絕對係成功嘅。嗱，你有你爭議，Mido一樣有佢哋賣更加多嘅手錶。2025年呢，再嚟多一次啦，今次輪到8角形嘅，吸引咗我嘅注意啦。嗱，因為我本身8角形嘅經典嘅嗰隻呢，我係有嘅，加上我真係比較中意一啲硬朗嘅款式呢，所以嗰兩隻揀嘅話呢，我都一定會揀 Multiford X 嘅呢一隻嘅。咁大家又點樣睇呢？咁當然最好就係睇到實物最為理想啦。香港嘅朋友呢，可以去到元朗嘅 YOHO Mall 嘅鋪頭啦，澳門嘅朋友呢，可以去到 Venetian 嘅 Mido 嘅鋪頭啦。相信 Mido 嘅職員呢會更加之專業去為大家介紹嘅。咁啊，今集嘅內容就去到呢度先。留言分享一下你對 Mido 近年嘅定位啊，大家又點樣睇呢？希望你中意今集嘅內容同埋分享。咁睇到呢度，你都仲未訂閱呢？真係有冇搞錯？訂閱其實免費撳個掣嘅啫，就可以定期收到手錶嘅資訊。我哋係 Watchcutter Vlog，我哋下一集再見。嗱，再一次誠意推介黑面鋼帶款，最襟睇又最靚，因為我覺得銀色嘅鋼呢，襯黑色呢係最襟睇最靚。以上係一個設計師嘅眼光。